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任，你敢相信吗？2026年的新加坡已经把嫌贫爱富这4个字写在脸上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新加坡的旅游收益竟然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直接冲向了320多亿新元的历史新高。这简直是个商业奇迹，人少了，钱却赚得更多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说白了，新加坡已经彻底完成了从打卡圣地到高净值收割机的华丽转身。新加坡不再追求那种挤破头的地陪团，而是精准地把目光锁定在那些愿意为一顿米其林晚餐挥金如土，为一场顶级赛事豪掷千金的高端玩家身上。2025年到2026年的数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虽然国际访客量没有出现那种爆发式的增长，但人均消费却在疯狂飙升。这就是新加坡的品质旅游战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不伺候所有人，我只欢迎那些掏得起钱、懂得享受的人。这种去零售化、增体验化的转型，让传统的买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观光、娱乐和顶级餐饮的全面爆发。尤其是中国游客现在的消费习惯全变了，以前是冲进奢侈品店抢包，现在是钻进米其林餐厅吃好餐饮，支出涨了近 20%。 新加坡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高溢价的体验场。很多人会问，东南亚那么多海岛，泰国、印尼哪个不比新加坡便宜？凭什么大家都往这个最贵的城市跑？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扎心。在动荡的2026年，安全和稳定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商品。你看，当其他旅游目的地因为通胀和过度开发导致酒店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乱跳时，新加坡展现出了惊人的价格韧性。虽然它的绝对值很贵，早费平均都要270多新元，但它贵的透明，贵的理性。新加坡通过极其强大的运力部署和行业调控，硬生生把那种令人望而却步的峰值价格给平抑住了。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缝衔接的安全感，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给不了的。你想想，在一个能让你深夜2点赶在牙龙街头撸串，能让你的手机和钱包在公共场合随处安放的城市，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难道不值钱吗？这就是新加坡的底层逻辑，它把自己打造成了东南亚唯一的避风港和先锋站。它不只是一个主题公园，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极度高效的社区。新加坡聪明地把这些平凡的瞬间转化成了非凡的商业价值，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极致的社会效率买单。如果说常规旅游是新加坡的底色，那么2026年爆发的体育旅游就是它的核武器。你以为人家办比赛是为了热闹？不，那是精准捕捉高净值社群的最高端手段。就拿2026年那场 EPIC 世界匹克球锦标赛来说，一张外卡报名费就要888美元，这门槛高的离谱，但报名的人依然排长队。为什么？因为来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所谓的体育候鸟，他们不仅仅是运动员，更是拥有极高消费能力的商务精英。一个人参赛，全家随行在新加坡住上1周，吃喝玩乐全包，这种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顶得上几百个普通游客。还有像 HYROX 体能赛这种全民狂欢，直接带动了酒店业的垂直进化。现在的5星级酒店不光卖床位，还卖竞赛基地套餐，高蛋白早餐专业恢复设施一条龙。这种针对特定生活方式的精准打击，让新加坡彻底跳出了价格战的泥潭。新加坡卖的哪里是门票，这根本就是一张通往高端社交圈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入场券。这种体育加旅游的交叉盈利模式，让每一场赛事都变成了高效的提款机。这种商业敏锐度真的让周边国家只能望洋兴叹。如果一个城市只剩下冰冷的数据和昂贵的标签，那它还有灵魂吗？新加坡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依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份烟火气。在如切和嘉东这些老街区，
你依然能看到传统的 Kebab 制作者在坚守。新加坡政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把这些老房子推倒盖商场，而是通过遗产激活，让老店主们也吃上了旅游饭。这种做法非常高明，它让旅游业的红利流向了社区的毛细血管，而不是只进了大财团的口袋。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些小贩中心，在2026年的今天，他们依然是新加坡的灵魂。对于游客来说，去小贩中心吃一碗肉骨茶，不再是为了省钱，而是一种融入本地生活的仪式感。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升级这些老旧市场，让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连接游客与本地人的温情纽带。甚至在人才培养上，新加坡也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让旅游从业者拥有了极高的职业尊严。当你面对一个专业、礼貌甚至带点自豪感的导游或服务生时，你会觉得这钱花得值。这种人文情怀才是新加坡在高端化道路上不走偏、不掉队的压舱石。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新加坡已经够强了，那建议你看看他们的旅游2040战略。他们的目标是到2040年，旅游收益要冲到500亿新元。为了实现这个宏伟蓝图，新加坡现在已经开始在可持续发展和硬核基建上疯狂叠 buff 了。从2026年起，所有从这里起飞的航班都必须加可持续航空燃料，超过70%的酒店都拿到了绿色认证。这不只是为了环保，更是为了占据未来旅游市场的道德制高点和标准制定权。而在基建方面，新加坡更是像开了挂一样，万泰区域的雨林度假村全面开放，把生态保护和顶级奢华完美揉在了一起。滨海湾金沙的第4座塔楼和圣淘沙那座面积翻了3倍的新海洋馆，都在源源不断地为这个小岛注入新的吸引力。这就是新加坡的先锋意识，它永远在通过不断的自我迭代，让自己保持那种不可替代性。新加坡要向世界证明，一个小岛国家只要逻辑够硬、效率够高、视野够远，就能在全球旅游版图中构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护城河。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新加坡漂亮的财务报表，而是一个国家在资源匮乏的极端条件下，如何靠智慧和执行力实现降维打击的教科书级案例。新加坡的逻辑非常清晰，它不再追求有多少人来，而是在乎谁来，留多久，怎么花，带走了什么样的故事。新加坡有最先进的 AI 规划，最昂贵的度假村，但在清晨南洋咖啡的香气里，在彩色店屋前的微风中，你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真实且包容的人间情怀。这才是2026年新加坡旅游业最核心也最迷人的竞争力。它让每一个到访者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消费者，而是成为了这个城市多元剧本里的一部分。看完这些，你是不是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狮城了呢？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让你选择，你会愿意为了那份极致的安全感和高品质体验，支付这种新加坡溢价吗？或者你觉得旅游还是应该回归那种更接地气、更大众化的方式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聊聊。欢迎点赞订阅，我是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